HomePod Mini 终于来了。首先还是必须得说，这款产品在音质上和 HomePod 完全没有可比性，或者说 Mini 虽然声音上对得起价格，但是比起 OG 的双声道吊打万元内的那种性价比，还是相差甚远。毕竟两款产品还是有着不小的价格和体积上的差距。工业设计方面 ，Mini 还是一如既往的家居风，材质上很容易跟家联系在一起，只不过顶部一如既往的容易留下指纹。当然，我还是希望 Apple 出能够类似 Nest Hub 那种青色的版本。说到屏幕 ，Apple 并不打算让 Mini 变成厨房机或者电子相框，毕竟退役的 iPad 也能干这个事情。得益于用了 PD 供电，理论上可以接移动电源出门当移动音箱用，就是得给它开一个跟家里名字一样的 WiFi 热点，实际操作还是比较蛋疼。比起老款 ，Mini 加入了 U1 超宽屏毫米波芯片，可以通过 iPhone 凑近 Mini， 然后转移当前播放的内容。这个功能老款也有，只不过蓝牙信号强度检测非常不靠谱。未来可能还有基于 U1 做室内定位的功能，用于帮助各种家居自动化的操作，顺便可以知道家庭成员在大 house 的哪个位置。在我看来 ，Mini 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最便宜的 HomeKit 的自动化主控设备，可以设置诸如回家自动开灯、监测到特定访客弹出通知等等功能，并且和 HomePod 与众不同的是，这代加入了 Thread 连接技术。可以认为是在比较常见的 Zigbee 协议上加上了 IPv6 的网络层，并且能够达成 Mesh 连接。当然，这个也需要上游路由器支持。Hey Siri, tell me the latest news from Washington Post. Here's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Good morning. I'm James Holman from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is is the Daily 202 for Friday, December 11th. In today's news, FDA authorization is all but certain after federal advisors endorse the Pfizer vaccine. Stimulus talks fall into disarray as deadlines loom. Hey Siri, tell everyone at home, get up early. Okay, intercom to everyone in my home. 刚才是一段 Podcast 的早间新闻播报场景，第二段是 Intercom 室内广播功能。对于常见的三口之家，没有大豪斯和大皮卡，从产品的角度叙述就是缺乏用户故事。在我看来 ，HomePod 在国内不温不火的原因，一方面店里的视听会被噪音干扰，不像 AirPods Pro 那样反而能够展示降噪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居住需求，以及对应家庭成员比起国外家庭更少。最后的结论就是 HomePod Mini 更多的是一款重视智能家居和室内沟通的产品。虽然价格便宜，但是音质表现和便宜的价格一样，没有太出彩的地方。至少我觉得，除了家居和家庭成员沟通之外，利用 HomePod 搭配 Apple TV 和投影仪搭设一个入门级家庭影院，在内容消费上有着更实质的意义。当然，更可惜的地方是，很多人还是用桌面扬声器的标准要求 HomePod， 这只能说他们错过了一款具有时代意义的音频产品。